看起来要打仗了哈，因应战时，替代役的备役扩大召集，以前是退役过了8年就不招你了啊，你老了嘛，打仗都要年轻力壮的，而且8年之内他还熟悉在部队里学些什么，是操演啊，8年以上，9年、10年、15年、20年，其实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可能身体也不像以前那么强健了啊。那另外呢，以前是1年招1次了，最多招1次，哦，每次他就1天这样子哦，现在不是，日期不限，要你几天就几天，1年也不是1次，我要你5次就5次，哦，而且呢不是只有8年，管你退役多久，我要招你就招你，为什么我人不够啊？我人不够怎么办呢？我只好招你啦，哦，那所以呢要扩大，而且呢这个不限8年内啊，次数、日期都不限，日数也不限啊，所以没有总天数的限制了。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过来啊，叫你来多久你来多久啊。那另外呢，这个所以有7大改变啊，我们就不细讲了，反正就告诉你，现在我们有27万替代役啊，那这个他们现在是备役嘛啊。那所以呢，除非到你这个已经除役了，哦，除役好像40、50岁才除役啊，很久啊，否则的话呢，你就小心，我要招你就招你啊。那内政部长说呢，没有什么，这是我们民防，把它列入民防的人力，哦，所以呢，在野党说你要打仗吗？不打仗搞这个干嘛呢？先从4个月延到1年兵役，现在还在说要2年，女兵都有可能招这个要把它召集，然后呢，国防预算越来越增加，哦，现在连退役的都要把它扩编，还有那个什么计程车司机、管理员也要把它这个主训啊！你到底要干嘛？真的要搞到全民皆兵吗？啊！那专家说，好吧，就算他们放宽了，要召集他们，你的装备跟训练够吗？你的基地够吗？你有那么多装备，你找他来干什么呢？对不对？要打，你有那么多枪吗？有那么多子弹吗？有那么多靶场吗？哦，所以呢，现在9年以上的替代役也可以随时召集了。所以呢，很多青鸟就原来跟我们无关的，怎么现在跟我们有关呢？网络就说你们叫做填线宝宝，我看这是什么东西？说填线就是呢，到时候打仗的时候，你等于是做替死鬼，在那边要阻止老弱妇孺那边阻止敌人进攻，叫填线。哦，然后叫他们宝宝，所以呢，这些人叫做填线宝宝。哦，另外呢，国军呢说要自建血库了，所以呢，捐血中心最大来源就是国军。那国军常常可以捐血，现在自己要用。国军说我要打仗啊，我血库我要自己用啊，我自己建血库，到时候呢自建自用，所以呢捐血中心惨了，现在已经血不够了，经常要劝募这个血，那现在说将来更糟了哦。那另外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说呢，习近平认为解放军有贪腐，不是办了好几个这个大官，什么火箭军啊什么这个，所以呢，习近平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会影响2027犯台目标。反正美国现在上下一致咬定，2027就要犯台啊。那帅化民呢，这个退役中将是说了哈，说呢这是民进党的阴谋，跟着美国喊啊。美国会讲2027是有几个，是因为呢，第一个呢建党100年，共产党；第二个呢，这个是习近平啊，第3任。要不要任内要不要收复？习近平是不是想连任？第3个呢，这个解放军有没有能力？所以是美军认为有3个理由2027，但是你台湾真的认为2027老公就会打你吗？那你有没有想到其他方法和平解决呢？还是你真的要积极备战？那积极备战，你凭这些兵、这点武器，你就真的能够打老共吗？那你这样讲要和平，别人就说你是失败主义。那我们现在不要讲两岸好了，我现在问你，如果加拿大打美国会赢吗？墨西哥跟美国打，墨西哥会赢吗？就是个道理嘛。这实力实在相差太远了。我们看一下，听到没有？以后再呛嘛！你再说那些替代役不是兵，没当兵不是男人，在呛这干嘛？幽默诙谐帮内政部拍证宣片，艺人黄豪平2017年服替代役，原本明年开始不必再被叫招，但内政部修改召集规定。拿出确实的训练。内政部修正替代役招训办法，旧制是退役8年内实施，每年1次，每次1天；新制改为退役9年以上，直到除役前，也能增加年限、次数和天数。另外，勤务召集过去设有总数60天限制，新版则通通删除。绿委和军事专家表达赞同，只是蓝营就质疑：难道是要让替代役上战场？那种种作为，事实上都是让我们感觉。
觉好像进入了一个要准战争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相关的部会就是在做这些准备啊，有把替代役列入民防的人力上面，还在收集意见。那收集意见最后的处理呢，还是会朝着仿制作业以后才对外公告。是做足训练，确保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因应升高的敌情威胁。这个战争本来就没有道理啊，跟爱情一样，说打就打，说来就来。但问题是，台湾说爱就爱，对。但问题是不是你的菜不要掀锅盖，不是你的爱不要求依赖啊？就是如果台湾自己要有自己的防卫能力，绝对不是靠美国嘛。给各位看一下，川普正是以美论嘛。我再用一次，当基辛格生前说什么呢？说与美为敌，危险至极；与美为友，命都为友。川普证实了以美论，大家以为只有川普这样讲，不是？底下看很快的几秒钟，你看美国的学者，包括跟川普竞争的第2号，这个叫拉马斯瓦米，他说保护台积电当时还是保护到2028就好，2028台积电拿到半导体的技术以后，就放弃台湾，因为习近平可能对台湾有一些想法，他们绝对不会送美国的子弟兵到台湾去死，绝对不会。哦，这是他们共和党新的主流想法。因为美国学有这么多，你看一下，一堆，好，跳过去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也许这就是西方的看法，他们在猜究竟赖总统这样做什么？要讨好川普，或者跟川普走得比较近，或者是我们这边这么多这个草木皆兵、全民皆兵，有各种想法。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民意调查经过报告，大概2个月前，我到台北市某一个私立高中，还蛮出名的，不能讲名字啊。算很出名的高中啊，这些学生啊都等于是算优秀生嘛，私中都很优秀。我就问说，你们认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请举手，因为我看他们教科书嘛，超过70%都觉得是。啊，那我想重点不在第一个问题，我说那为台独或者为台湾成立一个主权国家而跟大陆打仗的，请举手，0。我想我没有讲话，这么多学生都在。那我在想说，前面那个想法是他们觉得经过课纲或者经过一张白纸，没有经过政治的洗礼，他怎么认为说我就是独立的国家，我跟大陆根本都没有关系，而且大陆没有事干嘛来同意我们？这是他们的想法，我是转述了。当我说你愿不愿意奉献生命血液去打这场仗的时候，没人要。另外，因为在学校教书的关系世新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了。我说，但其他学校我去演讲的时候，发现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因为最近在做繁星计划，接下来就要考试嘛，家长问到兵役的问题各方面等等，他们都很担心说，现在替代役从4个月延到1年，如果这条再出来的话，你要问替代役要做多久，只有4个字形容：天长地久。就他完全不知道他能做什么，而且试想4个月或者1年，我要当2年兵呢。都不知道怎么去打仗，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步枪、刺枪术都会。请问一下，现在如果真的这样，怎么去打？怎么去打？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没有那个热血澎湃，他们觉得就是我要如何自我实现，找到好的机会，让人生的目标更加的优秀，更加的完美。你要去打这场仗，基本上不太可能了。那另外提到说，计程车现在变成什么防灾式？计程车司机他开车已经很忙了，每天为了生活很忙碌，你的计程车司机通找过来，所以我觉得绝对不是为了打仗。我的判读不是，因为现在大罢免，这种方式就是让，因为计程车司机全台湾好几万人，他每天接触的客人这么多，当他开出这种意识，这个很紧张阿公不要过来连我们都要被召唤去做防灾事的时候，那个散布恐怖的气球的偏见动的能量。比任何一个政党花钱买广告效果都好太多，那是口耳相传的嘛。那另外这种替代役也是一样，就是它造成不论青年会不会讲，这有做一个附注了哈。赵先生是一个很优雅的人，但是对年轻的人可能比较有点疏离。他得从天线宝宝改成甜线宝宝。天线宝宝各位知道是英国的一个卡通影片，在讽刺，因为天线宝宝这4个主角都不太有智力的。天线宝宝觉得丁丁是一个人才，他这种反讽的写法，就这一群人没有什么脑袋，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到最后被卖了还帮人数钞票。那当青鸟会不会变成甜线宝宝？这2个意思，一个到甜教前面去，一个就是你们也是天线宝宝了不知道今夕何夕。那当然这是网络上的梗图，但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自己回到重点，就是当所有的看法都在显示出台湾在2027岌岌可危的时候，连我刚刚前面所说的，他认为说，即使在选举美国的共和党在这个选举初期
跑到第2名跟川普PK这个叫拉马斯瓦米，他的号称科技金童，他当时主张就是到2028、2027要放弃。为什么？那时候拿到台积电，没有想到台积电早一点被拿走。当能够保护台湾的细盾提前呢，已经到美国去的时候，对台积电影响可能不大，但对台影响太大了。那如果你光透过这些想要能够保护台湾，我觉得我们呢需要发展出更多的无人机、无人艇、跟无人狗、跟无人部队，不然靠我们的天线宝宝或者天线宝宝其实不够。我最担心的是，连我这种上了年纪、年过6旬的老翁到上战场怎么办呢？大家加油！你起码不会当天线宝宝了。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那个天线宝宝，我是不耻下问，我以为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的年轻朋友告诉我，就是呢，宝宝是故意笑他们，田线呢就是到前线，到时候呢去等于垫底的了，变成这样子啊。来，永平。我觉得现在啊，确实啦，所有的人都不能明白说赖清德到底在干嘛，因为连美国媒体都在猜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应该不是美国受益的，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赖清德呢，因为在美国有依赖论，所以他现在突然态度这么强硬啊，一直搞很多让中国大陆觉得说，他赖清德主动的让两岸变得关系很紧张，是不是要得到川普的亲眼？可是联合报就打破那个社论，就批评了这件事啊。他说，北京看到了啊，你把情势升很高啊，可是川普看到了吗？因为川普现在这个非常的烦恼各种问题啊。那美国的媒体认为赖清德在赌，说北京没有空闲来管台湾问题，可是台湾是北京的核心利益，但是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现在更忙的人叫川普啊，不是习近平啊。习近平比川普忙多了啊。所以赖清德到底干嘛？好，所以赖清德呢搞这么一招呢，台湾的人我们这些评论者呢，可能比较合理的猜测，认为他是要为了搞大罢免。可是当你为了要搞大罢免的时候呢，你这件事情不是一刀两刃吗？你动到计程车司机，你还去动到医护人员，现在医护人员也接到指令呢，那个急诊室已经够忙了。前阵子大家每天哭天抢地的，都已经人手不够了，他们现在还得出去进行那个伤兵演练训练，对不对？他们也抱怨的要命。然后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也要动不动遭到惊吓，因为呢，忽然之间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演习就跑去一个国中里面，那现在再加上呢，兵役的延长，连女生可能都要投入当兵，然后另外呢，你又要搞这个教召的时间又延长，而且呢，赖17条的当天他当天很震撼，因为军事法庭要回复。其实军事法庭要回复，还不是说司法程序各种问题，是什么？是未来征兵，你如果逃兵，唯一死刑，现场就可以把你枪毙。那这是现在大家真正的担忧，是说原来真的战争来了，原来你这个政府真的要把我们推向这个极端，我们真的要变得很恐怖。那这个他用搞到计程车司机，搞到医护人员，搞到学校师生，搞到各行各业的每一面，连那种今天我们在那个化妆室，连里面的男生都在讨论他可能要去被教召。我的意思是说，本来没有人在管你的大罢免啊，结果这些人现在全部都被迫要关心啦，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不出来投票，你全部都要绑上一个莫名其妙跟对岸相撞的这个失速列车的时候，那么请问这样的集体全社会性的动员，到底在投票的这件事情上，对你民进党比较有利，还是对你民进党比较不利？我是真的觉得蓝营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论述给基层听。如果不节制疯狂的赖清德跟柯建铭，让他们本来只是为台湾内部的政治打杀在野党，结果假戏真做，他真的在520或者是未来可见的未来真的超越了红线，你真的要跟中国共产党赌命吗？以前军法的时候是阵前逃亡唯一死刑了，就你面对敌的时候你不能跑掉哈。那另外呢，就是说民进党基本上就看你国民党讲什么。以前国民党说两岸很危险，随时会打仗，民进党说你是恐吓台湾人民。那现在呢又说随时会打仗所以我们都要来当兵，到底是怎样？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电价审议啊，28号要登场哈。郭智辉说，还是要争取立院来补助台电啊。那立院不是已经删除了吗？哈，那他们现在说想要那个离岛建设条例来移1000亿过来了哈。那国民党就说呢，他们要提案罚这个电业的排碳大户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可以用核电嘛，那你只好用这个跟有碳的这些燃料啊，那就会排碳了。哦，所以你们应该去争取啊，你们要去讲话，你们都不讲话，这边逆来顺受，一般民不与官斗，对这些商人干嘛跟政府去斗呢？哈。那另外呢，说有3种涨价的这个剧本啊，有3种，涨6%以上，涨6%以下，小户涨得多啊，大户涨得少，反正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哈。郭智辉说没有讨论6%了，那没有讨论，那你现在讨论是什么呢？哦，他就说呢，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说让我们给我们2000亿的拨补，我们这个利息呢就少了50亿啊，那所以呢，这个台电员工就觉得他现在呢都被你们这个进涨啊。那员工也不爽哦。郭智辉说，就有人就说，你涨电价是不是又图利云豹啊？云豹是民进党的这一些人呢去搞的公司哦，所以呢，是不是都图利他？郭智辉说，哎呀，他很小了，不具影响力了，不是要图利他了哈。但是你台电又很大，你一点点对他们来讲就很大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你当时不是说好10年？我记得蔡英文那时候是不涨价，不是不大涨，是不涨。这个非核家园不会涨价，后来涨了，就说没关系，我们只涨大户，不涨一般的这个民生用户，小户不涨，所以呢涨大户。那时候我就讲说，涨大户才会转价，果然不错嘛，对不对？你便当也涨了，对不对？卤蛋也涨了，对不对？鸡腿也涨了，都涨了。为什么？它会转价，那个开商店要不要用电？要用电啊，电涨价，它开销是不是增加？当然增加嘛，它怎么可能不转价呢？你想想看，这最基本的这个商业道理都不懂吗？国民党团就说呢，我们把电费寄给赖清德好了哦，要请民进党委员帮忙缴哦。那而且不止涨一次，你涨了四次了，涨了40-50%了，对不对？哦，那你说给你1000亿，给你2000亿，你就不涨？不可能嘛，那是个无底洞嘛。给你1000亿，你还是会涨；给你2000亿会涨。过去给了3000亿了，你不是涨了4%吗？怎么叫给你钱就不涨了？因为你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嘛。1度1块的电不用。要去用1度5-6块的电，那怎么能不涨？这是小学生都会的基本的算术嘛。哦，你为了你的意识形态，这很无聊啊！你干嘛？全世界都在用了嘛，以前不用的，现在也用了。这形势比人强，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尤其你最大的竞争者是韩国，韩国说未来要有30%的核电，那你怎么办啊？好吧，这个说呢，现在想打主意在离岛建设基金了，哦，说能不能来补助1000亿啊？那台电很绝，说这是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对啊，现在也跟你谈科学啊，就你为什么便宜的电不用，用贵的电，这是政治问题吗？这是科学问题啊！你拼命要废核，这才是政治问题啊！那你台电到底什么人讲的话，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哦？你知不知道？我相信台电里面很多人也知道，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台电以前多骄傲啊！台电总经理、董事长什么孙运璇出来就当经济部长、当行政院长，杨金崇是台电出来就当高雄市长、台北市长，对不对？那以前台电是多么骄傲的哦，多么有信心的一个单位。那现在呢？而今安在哉？那主机长也讲啊，台电上涨，所以呢 CPI 就是物价上涨指数了，会上涨到1.98%，可能还要再调整。你电价涨，我可能还要调整，上涨可能更多会超过2%，当然是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哦，所以呢，徐宇珍说呢，你是涨价内阁嘛？哦，这个周荣泰哈，那到底大宗物资会不会降税了？哦，现在降税会不会延长？因为你物价上涨啊，要不要延长？主机长说还没有决定，我们看一下。你有确定这一次会涨电价吗？哦。报纸大家都在写，所以你觉得你支持冻涨吗？我先问一下部长，你是支持冻涨吗？谈到4月电价可能又要调涨，在野党立委的怒气真的忍不下去。你现在是要涨它不是吗？所以成本已经变那么多啦。所以你要降成本啊！你核能最便宜，你不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法律。你2017年我们电业法也修过啦，立法院也修过啦，你们到现在也是要翻盘啊！因为本周5电价审议会4月电价大致会采民生高产业地方送，不止民生用电均涨幅达到11%，120度以下大涨25%，产业用电也涨约5%，总电价均涨会超过6%，恐怕是4年来第5度涨电价，连自家人都不挺，苦口婆心相劝。如果最后也是这么
6%嘞？我在主持的会议里面。没有这一个6%，但台电今年1月财报再增121亿，亏损只有核电盈余7亿多，就让在野党继续质问政府对核能态度。所以是包括你买的核电成本的问题嘛？是。成本是最便宜啊，现在的1.42元呐。而6月24号排审电业法政院版草案，放宽再生能源售电业交易限制，力拼取消台电分家条款，让在野党立委不满，拟提案处罚电业排碳大户。如今电价若再调涨，恐怕又将成为全民荷包一大负担。来，这个赖委，是这个题目，今天早上我当主席的了哈。那这个主机长。因为他为什么讲到这个耗费在上涨？为什么讲1.94？因为那个2%是我们央行心目中的一条红线，超过2%，它可能要升息，警戒了。是一个警戒线，非常重要的2%。那现在非常接近2%了。好了，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哦，今天媒体斗大这么大的媒体，我们的国部长还在那里装蒜，哦，说没有，我不知道涨价啊。媒体写的这么大，而且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民生用户、小家庭的，就是说这种小户的生意人的一个店呢，要涨11%，产业用电涨5%，平均涨6%。我听到另外一位央行的高级官员说到了，平均要涨8%。这个时候你再涨，可不要忘了哦，他们现在讲什么就很清楚啊，他就要甩锅给这个在野党啊，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台电要1000亿，他不给我们，所以呢要涨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过去这几年给台电3000亿，他4年涨5次，去年10月还涨，所以给钱还是涨。我亲自问了国资会咨询他，我说如果我给你的1000亿，你是不是答应不涨？没有，不答应，还是涨。那我说奇怪了，核电一度1.4块钱。你为什么不用，而且用那个风电、光电一度4块、5块、6块，一度差3块钱，一度差3块哦。我们1年用度多少？3000亿度，核电占20%，那就是600亿度，3块钱1000多亿就有了。你只要用核电，根本不要补助啊，1000多亿就有了。那为什么不要呢？老百姓要看着说台电，你要穷其一切的力量。cost down，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然后呢，你就来操作，说让民生涨得多一点，老百姓痛，有1450万户，这时候呢，老百姓就会很重，这也是为了大罢免，为了大罢免，对呀，一切都是为了大罢免，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是非常恶劣的，就是为了大罢免，无所不用其极，明明可以解决，用科学的方法，你把它统统的政治化，我们真的是全世界没有看到这样政府。那么，我再强调一遍，他要的原来是2个1000亿，我们是砍掉1个1000亿，另外他现在要另外那个1000亿。现在的话，我说我个人，我主张1000给你 ，plus 你用核电，你答应？我这样问国资会，他不肯回答。我说你的能源结构调整他讲一些543的，他不敢答应的。我说你只要这个答应1000亿给你，我们让你好好的恢复核电。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交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但是他就是不听。专业的角度他就不听。叶律师，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民进党不尊重民意，大家可能都忘了，2018年其实我们是办过以核养绿公投。好，然后废除了民进党在电业法第95条之一的2025年非核家园条款。本来照蔡英文政府、民进党的电业法的规定，今年就要核电归零。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大家用了公投，用589万5000多票，差不多590万票啦，告诉民进党当局说，我们不赞成，我们希望你以核养绿，用核能先使用核能，然后来逐步培养再生能源。民进党说法条删除，政策方向不变，就种下今日电价高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期待民进党
能够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以前一再强调人民主权，公投代表人民的决定，然后当公投投出来说我们要用核能的时候，民进党可以置之不理，然后接下来呢又涨电价，然后又说你要给我钱，不然我就要涨，给了钱我还是要涨，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尊重民意投票的结果？为什么不尊重公投的结果去使用核电呢？我真的不能理解。志强，一个无底洞啊！我不知道你要拿多少人民的血汗钱去填才填得完。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我跟齐凯哥都是当事人哈。我们都在追一个案子，我跟各位讲，就是达德宇能风场的案子。光这个案子涉案金额400亿，就达德违约、宇能违约，经济部按照原来要求达德不可以空手套白狼去违反那个违法移转股权。如果违反的话，要把本来给他趸购利益把它撤掉。400亿，400亿，结果呢，经济部当作没看到，就随便他违约，然后呢，400亿就不去罚。那我就跟各位讲，今天赖清德民进党跟我们讲说，立法院那个1000亿那个拨补删除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没办法，我要涨电价了。你光一个冰山一角的达德，当初你如果履行职务，追究他违约责任，追400亿进来，不就解决400亿？那还是一家公司。我就讲嘛，今天你可以看到，就是今天我们的整个光电，民进党为了绿油油不是反对光电，他为了绿油油去输送利益给光电的时候，全部拿老百姓的钱在赔嘛。那你赔到最后，我说实在话，过去3年补3000亿了呢，请问有没有涨电价？4年涨5次加起来涨幅将近50%你怎么可能？我要问台湾人民，你怎么可能期待拨补能够解决涨电价的问题呢？也不要忘了，拨补也是你的钱。所以这边真是拜托啦，就是说民进党真的是，你遇到能源的问题你不要老天一天只想着绿油油，跟想搞大罢免。接下来再回来。